若我所料不差，这一切皆是家主布下的一盘棋局。家主，这么晚，你去哪儿了？云崖寺的尸体牵扯到大少主，我去处理善后。哦，那你处理的怎么样了？我也更换了相似的香囊，目前官府应该查不到大少主的身上，我会尽快查出真凶，还大少主清白。玉洛，坐向秦宇恒灭门真相的答案在我，不在玄机阁。你闯玄机阁之事，我可以不做过问。你若想知道真相，待查清这幕后之人，再来找我。那封密信是家主？不，我也收到了密信。玄机阁余落生变，收密函已得知，其为侥幸逃过灭门的秦宇恒之女秦香，且左丞相秦宇恒灭门之事，与阁主大人有关。写信之人说，你已收到密函，得知当年秦宇恒灭门一事，与我有关。昨夜我被人群冲散，后来一直未曾寻到你。多谢你为我洗清了罪名。无妨。大哥还有何事？你这是要去哪里？奉阁主命，去调查玄武失踪一事。昨夜我已明白你的意思。若你想看打铁话，待你调查玄武失踪一事回来好。夫人。夫人，早些回来。我去就回，夫君你好好照顾自己。无论这家主是否是幕后之人，你都暂且过了他这一关。我会在这扶风阁好好等你回来的。待我归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日。夫君，你可要好好做准备。嗯。若想清楚背后栽赃陷害愚辱之人，可于今夜前往扶风阁，便可一知其中诸多缘由及真相，皆可解开。弟媳今日怎么不在？父亲差他去做些事情。
你若真的喜欢他，便该为他争上一争，为他夺得玄机阁。二姐觉得，于洛要的，当真是玄机阁。即便大家都在顾家，其实这些年你与他并无交集。他为了玄机阁阁主之位，已愿与不相识的你成婚，还不足以证明阁主之位对他的重要。而你，明明什么都没有做，又凭什么只因父亲的一句话就可以对一切唾手可得？什么时候？只是小九泉。不，我怎会让你含笑九泉？这是比笑九泉毒性更烈，此毒无药可解，会让人浑身痛苦而亡的毒药。它会进入到你身体的每个地方，让你痛苦至极而亡。你到底是谁？你怎么还会回来？不管你活过来多少次，我能杀得了你一次，就能杀得了第二次。第二次。是啊，从前那个，就是被我所杀。是你，狼坑。对，是我。眼看着几只狼将他的身体撕碎，无论你和他谁是真的，无论还有几个顾朝夕，我都会把他们一个一个处理干净。同是手足，何必这般赶尽杀绝？当时也曾被人看到，知道了事情的始末。
事到如今，你还不愿回头吗，温霜？你什么时候？很早之前，我托你找秦神医，却在花灯节遇到刺客。三哥是什么时候找回的2日前，我被以二姐的名义引到了醉仙楼，可仔细想来，在醉仙楼楼下，最先遇到的却是你。阿洛，约我们来，自己倒先走了。就是。我原本不愿相信，可是，真的让我开始怀疑，是那条手链。去查一下，三少主遇刺当日，顾问霜身在何处？我断掉的那条手链，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。你送我手链的时候，我便觉得奇怪。那时候，以为你只是在漠北偶然看到手链，想起那桩陈年旧事。直到我看到朝夕被寻回的那条手链，你提早秘密回京，将刺杀一事推卸到城外太子殷纣之死的盗匪身上，想借机瞒天过海。这样还不够，在得知大哥也曾买凶后，又将杀手灭口，寓意以此掩盖朝夕的死。甚至你在不确定他是否真的死了的时候，还买通数人去查看尸骨，以此掩盖你乔装成乞丐去检查尸骨的痕迹。为此，你不惜想杀那些人灭口。可你不知道的是，正是因为你的自作聪明，才让自己暴露。今日怎么会有这么多人来？哦，对了，杀死冷言的毒药，你用的也是二姐的笑九泉，对家主投毒，如今还易容成二姐的模样，再次对朝夕出手。你到底为什么会变成这般模样？可是，你为什么要杀秦神医和醉仙楼的老板娘？仅仅只是因为我说，希望秦神医医治朝夕的病。不，你知道我收到了那封密信，你也知道我会因此开始怀疑顾家，所以你便将他们全杀了。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。我哪里不如他？你沉迷练武，我便自幼陪你练武。我为你去寻遍花灯，我去为你争夺家主之位，我甚至为你负了天下所有人。你看见这手链了吗？10年如一日，我每天都带着它。你想要的一切我都可以给你，可是你呢？你甚至看都不看我一眼，为什么？
我要的从来都不是这些。那个幕后之神。何总管，请吧。滚开！我自己走。你怎么会清楚玄机阁的？不对，你会武功，你不是三弟，你究竟是谁？昨日锦衣金不带，一朝风月梦云飞。忠心何处求申诉？冷眼旁观命已非，铁脸寒光孤照影。斜阳窗下映余晖，炎凉世事知几许？天意征途未可为。原来他将我支开，是为了把一切都嫁祸到我身上。你能亲眼看到他自食恶果，真是可惜。同是顾家人，如今局势，各位如何打算？是否需要我帮衬一二？如今情况复杂，既然这位官爷已经清楚我们顾家没有儿媳，还希望能够为我们证明。只是，这些都是顾家的家务事，就不劳烦你插手了。雨落。昨夜过后，我想了很久。从前，
我总是把精力放在如何得到父亲的认可，却忽略了顾家这宅内的亲情。我原本以为，几个弟妹之中，温霜算是与我最为亲近之人，没想到却……你说的对，如今顾家已成了众矢之的，父亲的身体每况愈下，三弟和四弟都……从前是我太过狭隘，经历了这些，如今我只想将家产散去，多留江南的部分，带着大家远离这些是非。大哥觉得事已至此，即便牵制江南，顾家还能全身而退。可如今四弟和何总管都死了，我们如何找到幕后之人？若一日找不到幕后之人，那我们所有人岂不都陷入了危险之中？大哥可否还记得云崖寺下的那些猎户？云崖寺因大雨坍塌，众多商户前去募捐，但那场大雨同样祸及山脚的猎户。很多人清楚，也有很多人不清楚，但为其送去粮食、帮忙修缮房屋的人，却只有你。云崖寺的善是善，猎户村的善也是善，但区别在于，前者的善有利可图，后者的善自有心者。那也是我对大哥印象改观的开始。我对顾家来说仅是外人，但大哥是聪明人，应当知道顾家既在风波中，便再难全身而退。一旦顾家退，那真相将再难浮出水面。未来会有更多人因此受难，那又怎是大哥希望看到的？但既然那人千方百计想夺取顾家与玄机阁，那我们便可请君入瓮，将一切终止在这里。我现在竟然觉得，顾家，不，即便是玄机阁，对你来说都并非成就，而是埋没。从前我一直以为你的名字该是取意沉鱼落雁，如今看来，该是西风林叶吹鱼落，飞过前滩看水流。你的谋略和才智都让我感叹，金鳞岂是池中物啊！画这一切的幕后之人呢？幕后之人，既能让何总管畏罪自尽，必定位高权重。我心中隐有猜测。是谁？我一直在想，幕后之人如此了解顾家，定然与顾家人有所接触。再加上看来，夫人对这幕后之人也有怀疑。夫君呢？明日大婚，大婚自然如期举行。夫人难道从未怀疑过，我就是那幕后之人？自然是怀疑过，但是你的几次舍生相救，我都记在心里。我本是不愿意说这些的，但玄清的死，
让我想明白，有些话，有些事，一旦错过，便追悔莫及。从前我便想着，等到三弟娶妻，定要为他与他的娘子良做喜服。只是可惜，三弟没能穿上。即便是你，也未能与心爱之人同穿。这件喜服很美，你喜欢便好。大哥，好像好了。出了这道门，便再无回头之路了。大哥与顾家上下，皆为天下百姓忧虑，放弃了全身而退的机会。余洛何敢推荐？该我们感谢你才是。有你是玄机阁之幸，亦是顾家之幸。等下，无论是顾家还是玄机阁，都定会全力护你。如此便，多谢大哥了。好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别让新郎久等了。清风拂柳映斜阳，旧梦如诗韵悠长。回忆似水流年堂，往事流转心迷茫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故乡深深岁月藏，青石板上影沧桑。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。琴弦悠悠，诉离殇。往昔故事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。
放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一拜天地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画卷，忆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二拜高堂，独留回忆在心房。好，好。夫妻对拜。等一下。何人敢在大婚之日闯我顾家？来人！这个人根本就不是顾朝夕，我才是顾朝夕。是他，在城外围剿，并且将我丢入狼坑，甚至用剑毁了我的容。我知道此人狼子野心，却没想到他竟以此顶替了我的身份。被丢下狼坑，衙门那具尸骨难道也和顾家有关？那他是怎么下来的呀？这是真神！我三弟就站在这儿，将这个恶意扰乱大婚的人带下去。且慢，大哥，为何不让我把话说完？你说你是三弟，如何证明？我能证明。那日我与三少主原本在等准三少主夫人回来，谁知三少主突然收到一封密信，竟不听劝阻出了城。阁下何人？正是在下邀顾三公子一叙。上。就是他，劫持了三少主。为了救回三少主，我假死后跟在他们身后。我看见他毁了三少主的脸，将他丢入狼坑。如果不是我趁他们离开，及时救出了三少主，恐怕……只是没想到，此人竟心狠手辣至此，想以如此手段杀害三少主。这段时间，我几次命悬一线，支撑我挺过来的，就是绝不能让这个人祸乱顾家。想证明我说的这些话是真是假，很简单。这些年我一直跟在三。你从一开始就一直。
别怕，我带你回家。若公子无处可去，不如随我回去某一份差事。什么差事？我的夫君，你既与他有8、9分相似，我便可以助你10分相似。怎么是你？夜里风凉，于是我便来送医了。我发现你不说话的时候更讨人喜欢。夫君，不如叫声夫人来听听。夫人。一个男人哪怕性格再温和，若是连自己的夫人都护不住，夫人这是打算用完就把我丢掉吗？夫君，还要如何？这样够吗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，无论目的是否相同。既然同路，夫君还是莫问的太过清楚。你快走，别管我。我又怎会丢下你不管？不必担心，我去就回。夫人，可是我下手太重了。啊，没有，我眼里进东西了。我帮你吹吹。春风醉是醉仙楼最霸道的媚药，专门用来调教顽抗的男子。那他如何？求我。与你错对，我有愧。烛红沉睡，我敬一杯，别当此场相陪。风月泪，你一笑凄美，同路到夫人也该知道，并非是我自卑，而是在这权柄之下，与其杀掉一个人，不如让他成为你手里的一把刀，显然后者受益更大。只是我始终是别人的一把刀罢了。你呢？可有半分真心待我？卷卷之情长不尽，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我不走。夫君不问我去何处，无论夫人去何处，我都在此处等待夫人归来。没想到，我那身体羸弱的夫君，竟有这般身手。夫人不在家中养伤，怎会在自家院中黑衣夜行？彼此彼此。既然夫人已经知晓，往后我们一起行动，可好？早去。早回。我可以吻你吗，夫人？此生难逃别离，来世再相遇。你可识得我的心？
小溪和那位三少爷已经按照戴阁主的吩咐带下去安置妥当。知道了。戴阁主可还有吩咐？下去吧。这扶风阁内大婚的物品可要清理。不，你帮我看看下个吉时是什么时候。是。夫人，当真不愿谢我。那好。玄清，夫人，我之前想要送你的手链还在吗？三少主有何指教？没想到，只是与你暂别的这段时间，回来后，竟是这般的物是人非。三少主不必多想，我已差人重择吉日，与三少主再行完婚。我如今变成这番模样，你还愿意与我成婚吗？自然。难道三少主不愿与娱乐成婚？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三少主莫要担心，你且回去安心养伤，待到重定吉日，便是你我完婚之时。戴阁主大人，你可曾见过玄武大人？未曾。是未曾，还是不愿意提起啊？戴阁主为了阁主之位，越级从众兄弟们中杀出，竟然连新婚夫婿都可以杀害，当真会放过与你同为对手的玄武大人？戴阁主果然不择手段，为达目的罔顾同阁之谊啊！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难道不是玄机阁教我们的？你们称我一声戴阁主，如今至于我，便是质疑玄机阁。至于越级，或者嫁给谁，都是我自己的选择。你们呢？可有自己的选择？哎，你听说了吗？三少主夫人又要大婚了。嘘，毕竟家主答应过，只有2人完成大婚，才能将玄机阁交给他。他就这么想做玄机阁阁主啊？前些时日，我还见他与那位浓情蜜意，没想到转头就……他这么做，不是为了玄机阁和顾家，那是为了什么？大胆！将这2人杖责20大板，赶出府去。我顾家不需要这样背后嚼舌的下人。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饶命！大少主，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大少主饶命！
听说你在看下个集时，你当真要与那人？我本就是被家主指给三少主，如今他归来，婚事自然是要继续。可是，下个吉日在半月后，你可以……已经过去了3日，我等不了这么久，定在3日之后吧。为何这般着急？三少主，你这是要去哪儿？夫人，怎会在此？三少主，三少主夫人，你们怎么都出来了？大喜之日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把二姐送的珠钗落在房间了。只是珠钗而已，莫要误了吉时。我也是发现，你忘了带珠钗。夫人先行过去，我这就去取。如此，便有劳三少主。
主人，属下信不辱命，已将玄机阁阁主令牌带回。呈上来。是。人呢？都去哪儿了？小的这就去看看。啊！报告主人，戴阁主，三少主不见了。对其俯首称臣，岂不是让天下人看我玄机阁笑话？哼！自古成王败寇，既然阁主令易主，那么谁持有阁主令，玄机阁就是谁的。此刻，阁主令就在我主人手里，识相的，都给我让开！何总管走后，我如同被断了手脚。这件事你办得很好，收复玄机阁与顾家后，也需要有人打理。日后便由你。不对，那这是什么？什么？不可能！不可能！玄机阁阁主令乃玄铁所制，怎会如此轻？属下不知。混账！皇兄，别来无恙。玄机阁死事，只认阁主令，不问缘由。倘若一日，阁主令当真落在有心之人手里，难道我们就当真可以作为他们手中残害忠良的刀刃？但现在他在你的手上，自今日起，你便是玄机阁的阁主。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参见阁主！我和你们都一样，自小在玄机阁。我不知道自己是谁，也不知道每个任务调查的原因是什么，也不知明日又会在哪儿。我们都只是阁中按照轨迹旋转的齿轮，是任何人手中的一把刀罢了。我曾问过自己无数次，究竟要的是什么？是自由？是权柄？不，都不是。我想要的是知道我走了一条什么样的路，是寻找我心中的道，做自己的决定，为自己而活。即便这条路是一个人独行，但是我希望
你们也能找到自己的道。你没死。皇兄是觉得我该死于城外的竹林，亦或是前几日的大婚？果真是你！这么多年来，皇兄对我的照拂，这份情谊，我该如何回报？只可惜这刀剑无眼，皇兄就不要做无谓的抵抗。已经2次假死骗我！皇兄难道觉得易容幻音这种伎俩便能骗得过玄机阁？你为了瞒天过海，不惜将那个人毁容？还是说，你以为何总管死后便不会有人怀疑到你的身上了？何总管跟着父皇多年，做事极为谨慎，从来没有人发现他与你的母后，亦或者是右相，应该是与你的外祖父交情甚密，甚至在死前还毁掉了秘密传信的灵属的暗道。只是可惜了，这百密一疏，天字任务传出，灵属未归，恰巧躲过了一劫。不过是一只老鼠罢了。玄机阁天字任务历来行踪隐匿，可每次任务不可能凭空出现在暗阁，或许夫君可从京城之下的排水管道查起。我们重新挖开了通道，顺着灵属，找到了右相府邸。无论是顾问霜、何总管，亦或是右相，都将你保护得很好。我手里没有关于你的证据，只能以退为进，引你入局。最后的赢家还是我。没用的，我的人随时潜伏在他身边，烟火为令。如果你还在意他的性命，现在就放了我！我的好弟弟，你为何会如此在意他的生死呢？明明你该跟我一样恨他的吧？你的母后之死害你这么多年，形同被废的境遇，都是因为他的无能啊！若我今日与他同死，即便你继承了大统，又怎么能堵住悠悠众口啊？皇兄说的没错，我的确不在乎他的生死。今日我可以饶你不死，但皇兄疏于管教，我又无法替父皇管教于你，只能请你去皇陵，跟你的母妃好生陪伴。你敢！
驾，护驾！把他们拿下！小心！小心啊！别白费力气了，我自己的身体，我知道。之前体内的余毒未清，如今又中了暗器上的毒，我是不行了。你和你的母亲
就当是对这些年的一个了结吧。玄机阁护驾有功，追封顾江为永安侯，顾家长子，可世代袭承爵位。谢陛下。没想到殷焕竟多年以来处心积虑，如今更是罔顾父子之情而战，就当从来没有过这个儿子。将他与右相一起交给律审司处置。是，陛下。周儿，你可想要什么赏赐？那他的身份也不难猜了。果然什么都瞒不过你。大婚那天，便是你们二人合谋，你早就知道他没死，还是说，因为他隐瞒身份欺骗了你，所以？那日事发突然，我想着将计就计，用阴阳2生匕首让他假死。可是那匕首只会伸缩，若刺入后不流血液，那必定会暴露。所以我想划破自己的手掌，混淆视听。但他……在下不才，也算是帮衬过夫人。夫人之前承诺过，若是我有想问的或是想做之事，尽可跟夫人说。是。为夫家中有些棘手之事，不知夫人可否帮衬一二？
何事？我有位心上人，可是他却诓骗我，与我的大哥相知相恋。此事让我甚是烦恼，甚至夜不能寐。是大哥告诉你的？那日，幸亏你及时赶到，但是顾江，家主始终觉得已无法重回师门，我与大哥商议，将他的尸骨送回天机门。至于当日我为何会潜入宫中，难道不是你说7日后动手？霜雪不知几时归，但愿相见未婚时。我与夫人说过，若再离去，定告知归期；若再远行，定能告知归期。阴谋此生能遇到如此聪慧之人，若是不能携手，定会抱憾终生。我与夫人在扶风阁中还有一盘残局未了，夫人教我的招式我也并未完全学会。既然夫人家中之事是由大婚结束，那我的家中之事就由这大婚而起。至于我的家事有些复杂，在大婚之后，我再一一和夫人细说。夫人觉得可好？我自是想护她一世周全，但她从不是我需要保护之人，而是足以与我并肩之人。那夫人可愿相助？因为第一眼就确定是你，想用力抱紧风吹起的爱意，只怪偷来的片刻相遇，无法等这段缘开尽美丽。谁不是过客，又是谁的唯一？谁让谁伤了心，却难相离？困在痛的浅滩，任由泪水凌乱，才知牵引的线握在你手里。清风拂柳影，斜阳，故乡深深岁月藏。青石板上映沧桑，落花飘零，轻微扬，思念绕心房，琴弦悠悠诉离殇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化成一过往，一笔皆思量，繁华如梦中散场。往昔故事心中放，多少眷恋难相忘。蓦然化成一
过往，一笔皆思量。繁华如梦中散场，往昔故事心中放。